今天讲一部有点小烧脑的高分悬疑电影，它由奥斯卡影帝丹泽尔·华盛顿领衔主演。该片的科学设定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上它的逻辑却非常复杂。如果你还未能发现其中奥秘，不妨再跟着我的解说重温一遍。故事开始，在2006年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，新奥尔良市的阿尔吉尔码头迎来了重大盛典。一艘航母军舰为了庆祝法定假日，特邀所有海军官兵携带家属出海派对。他们兴高采烈地登上一艘游轮，欢快的氛围让人充满了能量。然而，令谁也不会想到，一场可怕的灾难正在悄然降临。就当游轮刚刚驶离码头没多远，海面上突然发生了剧烈爆炸，分秒之间，游轮上的500多名乘客当场遇难。如此恐怖的威力堪比核弹，就算是再幸运的人也很难活下来。紧接着，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组织了救援，各个部门接到通知后也火速赶到了现场。男主道格是一名爆炸物管理局的探员，当他抵达码头的时候，目光所及处皆是惨死的尸体。尽管已经见识过太多的大场面，但眼前的爆炸案还是让他震惊不已。在搜寻周边的线索时，道格看到了一块蓝色残骸，上面的几根引线非常醒目，显然就是常见的引爆材质。经验丰富的道格立刻推测，游轮的爆炸案极有可能是人为的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道格又来到了附近不远的大桥，这里有爆炸时产生的浓烟颗粒，通过气味能判断出是常用的燃油炸弹。看到这里再也明显不过，这次的爆炸案无疑就是有预谋的恐怖袭击。事不宜迟，来到码头的专案小组，道格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联邦警察，并确定了这次的事故并非意外，而是一起典型的恐怖袭击。炸弹客必然是提前设置了时间，然后将燃油炸弹混进了油轮。至于放置炸弹的载体是什么，目前还不得而知。回到爆炸物管理局，道格的同事递来一个号码，说是早上有个女孩打电话找他。道格听后以为有人要提供线索，于是按照提示回拨了号码。然而拨通许久后无人接听，便只好给对方留了一条电话留言，随即让同事调取码头附近的监控。道格想看看能不能捕捉一些线索。片刻之后，一个鬼鬼祟祟的男子出现大桥，虽然猜不出他的意图，但怪异的举止绝对存在问题。稍后时分，警局的检验科给道格打来电话，表示有人在码头附近发现了一具女尸，一具被燃油爆炸物烧死的女尸。本以为她是游轮爆炸案的遇难者，但报案时间却是在爆炸发生之前。这个情况让道格百思不得其解，冥冥中感觉女尸可能与爆炸有关。依据法医的解剖结果，死亡时间是爆炸前的2小时。虽然死者看起来是被烧死的，但实际上他是被勒死的，之后又被浇上燃油抛尸在了码头。很明显，凶手大概率是知道游轮爆炸，于是在杀死女人后又把尸体丢在了码头，以此就能完美的掩盖犯罪。通过观察，女尸右手的4根手指被平整的切掉一半，嘴唇上还有被胶带粘过的痕迹。道格立刻想到，女人多半是被绑架后惨遭杀害，而杀她的凶手也多半与爆炸有关。大胆的试想一下，杀害女人的凶手和策划爆炸的嫌犯极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。现在只需找到杀害女人的凶手，那么一切就会真相大白。很快，管理局的同事查到了女尸的身份，女人名叫克莱尔，她是住在码头附近的一名单身女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联邦警局通过道格提供的残骸，顺利检索出了炸弹的载体是一辆野马汽车，而这辆汽车的主人就是克莱尔。看到这里不禁要问，难道克莱尔就是炸弹客吗？因为女人是在爆炸前被人杀死的，所以这个猜测不成立。没有停歇来到克莱尔的房子，道格戴上手套开始了检查。刚刚走近让人一愣，眼前的冰箱上竟拼着一句奇怪的话，你可以帮助他。顺着视线向右看，旁边还贴着一张售卖野马汽车的广告。没有多想继续检查，道格在厨房里发现了一些带血的衣物，地板上还有残留的血迹。除此以外，家里的电话留言有重大线索，一共有3条留言，前2条分别是父亲和闺蜜打来的，但第3条却让道格无比震惊，因为第3条留言竟然是自己的。仔细回想，上午回到管理局的时候，同事曾说过早上有个女人找过自己，然而万万没想到这个女人就是克莱尔。案件进行到这一步，道格的脑袋里充满了疑惑。今天早上的克莱尔就快死了，可她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呢？如果是受到了绑架威胁，可为什么不选择报警呢？难道他知道炸弹客的阴谋，所以才想着在爆炸前打给我吗？当天晚上，道格再次来到码头的专案小组，并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告诉了联邦警察。他认为炸弹客先是杀了克莱尔，然后用燃油将其焚烧，之后又抛尸到码头附近，最后才开着克莱尔的汽车装满炸弹混进油轮。由此断定，杀害克莱尔的凶手应该就是爆炸嫌犯。眼下只要追查克莱尔的案子就可以了，因为爆炸物管理局只需提供爆炸分析，所以道格的汇报不仅完成了本职工作，而且还为大家带来了新的突破。此番言论让在场的人不禁佩服，没想到一个管理局的人竟然比联邦探员还犀利。接下来的事与道格再无关系，联邦警局会接手工作继续调查。临走的时候，道格发现了同事拉里的车子。他知道同事4天前说去度假，可他的车子怎么会在这里呢？联邦警局的人告诉道格，这辆车是从爆炸现场拉回来的，
也就是说，拉里多半是死在了游轮上。听到这个消息的道格身体微微一震，因为他与拉里的关系非常好，但眼前的事实却让人难以接受。刚刚离开房间，联邦警局的探员眼镜也跟了出来。他表示看上了道格的侦查能力，所以想邀请其加入这次的专案小组。想到同事拉里的死，道格没有犹豫，当即答应了请求。随后，眼镜带着道格来到了一个秘密基地，这里看起来不像警局，密密麻麻的电子设备更像是实验室。果不其然，在道格一脸问号的坐定以后，旁边的一个博士解释了怎么回事。现在看到的画面是4天前码头的监控录像，他们要求在播放的时候，道格能够在人群中找到炸弹客。说完，开始任意切换镜头，而码头上的一切几乎都能看到。这时，道格提出疑问：如果是监控画面，怎么可能做到360度全方位切换视角呢？这根本就不符合逻辑和常识呀！眼镜见状补充解释，国家开发了一项叫做白雪公主的技术，它能利用7颗卫星收集某个区域的数据，然后将其汇总成连续影像呈现出来，所以在收集范围内是可以任意切换视角的。道格听后继续提问：卫星收集影像数据尚可相信，但你们又怎么可能搞到音频信息呢？因为画面里的每一个人说话都非常清晰，而这绝不可能是卫星能够办到的。面对这种刨根问底的质疑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紧接着，道格又提出疑问：既然能调取4天前的监控录像，为什么不调取今天爆炸时的录像呢？眼镜回答说，这是技术的能力所限。简单来说，就像网络延迟，而延迟的间隔就是4天。比如今天9号，那今天只能看到5号的监控；明天10号，那明天只能看到6号的监控。以此类推，4天后才能看到今天的爆炸实况。不仅如此，监控录像的时间是与现实同步的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个监控画面不能快进也不能倒退。现在的时间度过1秒，画面中的时间就会同样度过1秒。虽然4天后同样可以抓到凶手，但保不齐这4天中凶手会再次发动恐怖袭击，所以这也是邀请道格加入的原因。眼镜希望他通过敏锐的洞察力找到隐藏在人群中的炸弹客。思考片刻后，道格让监控切换到了克莱尔的家里。与其在人群中漫无目的的搜寻，倒不如直接观察克莱尔的动态。按照之前的判断，杀害克莱尔的凶手就是炸弹客。望着眼前活生生的克莱尔，道格忽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难不成2人之前见过面吗？可记忆的脑海里却什么都没有。这时，在克莱尔家里复查的同事打来电话，开口就指责道格为什么不遵守规定，居然在死者家里留下了大量指纹。此话一出，让道格非常郁闷，自己当时明明戴了手套，可为什么会留下指纹呢？来不及想太多，眼下的注意力还要继续观察克莱尔。没过多久，克莱尔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，对方表示想买出售的汽车，然后询问了克莱尔家的住址。看到这里的道格猜测，想买汽车的男人多半就是凶手。挂掉电话后，克莱尔来到浴室想要洗澡，然而他却突然扫视起周围，就好像察觉到有人在偷窥一样。道格见状，让人立刻缩放画面，他想看看附近是不是有人在偷窥。通过360度的视角任意观察，却丝毫没有捕捉到其他身影。这下让道格陷入思考，难道克莱尔所指的偷窥者不是别人，而是指的现在监控室里的所有人吗？随着观察时间的推进，克莱尔又一次和买家接通了电话。在场的警方没有迟疑，立刻追踪通话定位了来电的位置，那里是一家电话亭，只要把画面切过去，就能看清楚凶手的样貌。令人惋惜的是，现在的监控画面是有范围的，而电话亭刚好超过了范围。不过警方还有一台头戴式目镜器，简单来说，目镜器不受范围约束，带着它只要抵达任何地点，那么也能看到4天前发生的实时情况。现在凶手即将要挂断电话，他们根本没时间带着仪器过去。情急之下调取电话亭附近的监控，可根本无法看清对方的样貌。尽管如此，道格还是立刻认出了这个人就是凶手，因为他的身形和在大桥上出现的如出一辙。注意到嫌犯旁边的提包，道格连忙让人扫描包裹的形状，然后与码头附近出现的人做匹配。很快，同样的提包果然出现在了码头。因为依旧无法辨认样貌，但监控已经牢牢锁定了这个人。从时间上来看，只要再等7个小时，他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凶手的样子。在等待真相的时间里，道格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，他用激光笔照向监控，而光点真的出现在了克莱尔身边。随着克莱尔惊讶的瞬间，整个警局的电力陷入了瘫痪。正如自己的猜想，这里肯定还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道格让众人解释清楚，为什么激光可以投射到4天前的画面里。眼见事情瞒不住了，众人只好重新解释了一遍。原来这项技术并非之前说的那样简单，之所以能看到4天前的画面，实际上是利用了物理学上的虫洞原理。几年前，剑桥大学发现了一个可以折叠时空的方法。假如将时空线比作一面纸张，想要快速从这一边抵达另一边，只需对折一下纸张即可，这样2个时空就能互相看到对方。可以理解为自己是其中一个时空，那么另一个时空就是4天前且与自己实时同步的平行世界。也可以这样理解，
现在所看到的监控并非什么录像，而是真实存在的过去。听到这里的道格还有些懵，他质问现在的克莱尔是不是还活着。博士说这个时空的克莱尔已经死了，但另一个时空的克莱尔，或者说4天前的克莱尔还活着。道格说好吧，既然能成功连接4天前的时空，为何不传递信息通知他们避开灾难呢？博士说他们之前将实验白鼠进行过多次传送，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。经过数据分析，他们认为时间的流动和事件的发生是恒定不变的，没有人可以改变过去的一切。至于你将激光传了过去，这是因为光是质量最轻的物质，但凡比光重一点的东西都无法实现。道格听后认为实验存在漏洞，提议传送一张写有提醒的纸条再试试。在道格的强烈要求下，博士不得不写了一个纸条，然后将其传送给了4天前的道格。随着城市的电力瞬间陷入瘫痪，众人真的将纸条传了过去。正当大家为此高兴时，4天前的道格却因为提前离开错过了。巧合的是，同事拉里意外看到了纸条，眼见如此的道格瞬间明白，原来同事的死是自己造成的。果不其然，同事拿到线索后火速赶往了码头，并准确无误地找到了凶手。正如道格猜测的一样，本要离开的凶手遇到了拉里，于是没有犹豫对其连开数枪，随即又将拉里的尸体装上了车子。这一幕惨剧让道格很难过，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凶手逃走。片刻的功夫，凶手的车子即将越过监控范围，从驾驶的路线能够推测，几分钟后大家就会失去目标。道格不甘心就此止步，当即决定利用目镜器继续追踪。依据无线电的提示，道格很快追上了嫌犯的车子。现在因为目镜器的特殊原理，道格左眼看到的是4天前的画面，右眼看到的则是现实中的画面。如此一来，眼睛既要盯紧凶手的车子，又要注意现实中来往的车辆，虚拟和现实的视觉混淆，差一点让车子出现了车祸。经过一番惊险刺激的追逐，道格跟着凶手来到了一个破旧厂房。从镜头里可以看出，4天前的这里还是完好无损，不过现在的样子却是一片废墟。有一辆救护车冲进了房子，似乎是发生过激烈的对抗。通过目镜器，凶手用燃油活活烧死了拉里。尽管已经过去了4天，但地上的焦痕还是清晰可见。目睹着同事慢慢的死去，道格的内心焦急万分，但也无可奈何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这次追逐总算是看清了凶手的样貌。随后，警方在数据库中匹配到了凶手，并以迅雷之势将其成功抓获。凶手名叫奥斯达，资料显示是一个普通市民。道格很不解凶手的作案动机，为什么要炸毁载有海军的油轮呢？奥斯达说自己曾经应征海军遭到了拒绝，于是想着通过爆炸案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道格说你这不就是妥妥的报复吗？可你为什么要杀害克莱尔呢？奥斯达表示这都是被安排好的命运，如果不是拉里破坏计划，自己的车子也不会沾染血迹，以至于也不会采用克莱尔的备用车辆。说到底，这一切都是命运的驱使。看着这个自以为是的恶魔，道格嘲讽说你的命运即将终结，铁窗生活将会伴随你的余生。奥斯达微微一笑反击，自己的命运不会结束，企图改变命运的人只有死路一条，自己来这里是赢取胜利的。道格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，只认为奥斯达是在装疯卖傻。几天后，码头的专案小组宣布解散，监控室里的人也都相继离开，剩下的博士没有走，他预感到有个人还会再来。不久后果然接到了道格的电话，因为不甘心案子就这样结束，道格想利用黑洞技术穿越到4天前，然后救下克莱尔和游轮上的所有人。博士劝说道格三思而后行，毕竟项目组从未用人类做过实验。道格根本不在乎这些，表示如果自己没有做过尝试，那么愧疚会伴随自己一辈子。挂掉电话后，尚未离开的眼镜猜到了道格要来，不过他没说什么就离开了。不多时的功夫，赶来的道格重申了自己的想法，博士也只好带他走进了传送机。道格知道成功的概率很渺茫，但他早已把生死置之了度外。随着机器的轰隆声越来越响，道格的意识和肉体逐渐被时空撕碎，与上次传送的纸张一样，这次依然耗掉了整个城市的电力。等到道格醒来时，他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家医院。看着周围真实的场景，道格知道自己成功穿越了，来不及思考太多，他悄悄溜出病房，并下楼强行借了一辆救护车。依据时间推算，此刻的凶手应该正在郊外的厂房。正如道格的猜想，奥斯达已经把克莱尔绑了过来。他本想拿燃油立刻烧死女人，但挣扎的克莱尔却抓伤了他的脸。看着女人指甲中的血迹，奥斯达不得不拿剪刀将其抹除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道格开着救护车冲进了房子。奥斯达见状疯狂还击，慌乱中还打中了道格的肩膀。眼见现场的情况不妙，奥斯达引爆了旁边的煤气罐。顷刻之间，火焰迅速蔓延了附近的所有房屋。眼疾手快的道格不敢迟疑，关键时刻拖着女人逃了出来。虽然克莱尔算是获救了，但接下来的危机还未解除。按照奥斯达的作案流程，还有3个小时就是制造爆炸案的时间。在回去的路上，道格将前因后果告诉了克莱尔，但克莱尔只能是半信半疑。道格想去码头阻止奥斯达，不过他的肩膀却伤得很重。迫于无奈，
道格不得不提前下车，顺势来到克莱尔的家里处理伤口。刚刚进到房间，早已来过的道格轻车熟路，先是熟练地从柜子里拿出酒精，然后让克莱尔找一件可以换的衣服。就当克莱尔去拿衣服时，道格看见冰箱上的字母很凌乱，于是下意识地改成了你可以帮助他。道格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应该是担心如果自己失败，那么就能提醒这个时空的道格帮助克莱尔。随着将沾染血渍的衣服丢下，道格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原来当天在克莱尔家里发现的血迹是自己的，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留下大量指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自己失败了，这个时空的道格会来这里戴手套勘察，之后会加入专案小组，再然后会穿越到4天前阻止爆炸，以此类推。如果不能阻止奥斯达，那么无数个道格会穿越无数个时空进行循环，把视线拉回现实。道格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衷。这时克莱尔持枪走了进来，他见道格对自己家如此熟悉，所以怀疑对方是个坏人。道格表示自己是爆炸物管理局的探员，并说出了办公室的电话。克莱尔按照提示立即拨通求证，询问管理局是否有一个叫道格的人。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克莱尔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此时的道格恍然大悟，当初克莱尔之所以会给自己打电话，原来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。在获得克莱尔的信任后，两人一同前往了阿尔吉尔码头。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：克莱尔负责去报警跟进，道格则潜入油轮拆除炸弹。刚刚抵达码头，道格看见奥斯达匆匆离开了油轮，显然是已经布置好了炸弹。事情进行得很顺利，两人兵分两路展开行动，但还是在关键时刻出现了意外。准备离开的奥斯达看见了一辆汽车，这是他留在厂房的车子，因为沾染了拉里的血迹，所以才换成了备用的野马汽车。现在看到他出现码头，这就说明道格和克莱尔没有被炸死。奥斯达果断掉头返回油轮，他担心道格会破坏自己的计划。好巧不巧，奥斯达转身的一幕正好被岸上的克莱尔看到。如果现在不去通知道格，凶手极有可能还会得逞。顾不上太多，克莱尔直接跳上了油轮，兜兜转转来回折腾。奥斯达竟然发现了尾随的克莱尔，并将其关进了载有炸弹的野马汽车。这时船上的巡警发现了奥斯达，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枪战。等到道格听见枪声抵达现场，这才知道克莱尔已经被绑了结实。他先是给克莱尔打了一个手势，然后大大方方地丢掉了武器。道格很清楚，现在的火力根本阻止不了奥斯达，但可以利用之前审判时得到的信息打心理战。当道格说出对方关于命运的言论时，奥斯达明显的愣住了，只是短暂的恍惚。奥斯达还是举起了手中的枪，电光火石之间，看准时机的克莱尔一脚油门撞了过去，并完美配合道格击毙了奥斯达。不敢迟疑，道格急忙钻进车子里拆炸弹，但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。这时有大批安保围了上来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车子内发生了什么。眼看距离爆炸的时间所剩无几，道格让克莱尔直接冲下了油轮，也只有这样，至少可以保证油轮的安全。道格用尽力气踹开挡风玻璃，然后让克莱尔率先游了出去。在争分夺秒的危机关头，油轮正巧又撞了一下车子，而这也让道格再也不能出来。濒死之际，道格忽然想起了奥斯达的话，自己的命运不会结束，企图改变命运的人只有死路一条，自己来这里是赢取胜利的。很显然，奥斯达有可能也是个穿越者，之前的道格都失败了，只不过这次的道格却赢了。他完美关闭了这个可怕的循环。随着倒计时的结束，一个剧烈的爆炸从海面上升腾而起，道格死了，但他拯救了克莱尔，还拯救了游轮上的500多人。回到岸上，克莱尔为道格的死悲痛不已。这时有警员俯身告诉他，等下会有爆炸物管理局的人过来做笔录，而这个人就是这个时空的道格。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却已经悄无声息地阻止了一切。望着眼前又出现的道格，克莱尔的思绪彻底的凌乱了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